轮回转世在中国人眼里是个宗教色彩很浓的字眼，并且被不信轮回的人斥为迷信、唯心。但在西方，它已成为一个学术分支，就是轮回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许多科学家和医生对轮回转世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根据几次盖普洛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现代西方人中至少有1/4的人相信轮回转世。那么，轮回转世真的存在吗？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佛教中所描述的那些拥有前世修行人的特征。前世修行过的人的表层特征：一、前世修行过的人，很多人今生容易遭遇很多世间法上的障碍，多灾多难，磨难重重，身体与精神始终处于亚健康状态，有的一生还有大难不死的经历。二、心软慈悲，不忍杀生，不贪金钱，不吝啬，攒不住钱。三、很多对吃肉天生不感兴趣，比较喜欢吃蔬果类素食。四、聪明智慧，悟性高，天生对道佛宗教玄学感兴趣，梦中常去一些山林古庙圣地游览或飞行。五、时常梦见僧人、佛像或神灵，梦魇压床、出体飞行梦。六、偶尔会莫名其妙的晕厥，但是检查没毛病。七、对佛学、听到咒语、佛歌身心有感应，有些会不自觉地流泪，常接触到这样的人士，去庙宇灵地圣地会有强烈的感觉。前世修行过的人的深层特征：一、八字与相上会有特殊印记符号，比如很多人的八字中有华盖，紫微斗数中命宫有贪狼，天梁生年禄，或做福德宫的，或命忌入贪狼的，就有很多是偏向修行之相。二、天眼在偶然激化的情况下，或是幼小时曾经开过，小时候灵异体质比较强，经常能看见一些特殊的东西。三、梦中出神走暗宫，去过天界密处，或看到过不认识的天书或者咒语。四、很多天地之间的事情，自己会莫名其妙的知道，感觉很熟悉。五、梦境中曾经到过某处，见到某些人物，接受过类似使命任务。六、拥有佛眼纹。佛眼纹是手相掌纹的一种，位于大拇指第2节，是像眼睛的一种纹路。有这种纹路的人，天生有学识才华，直觉准，感知能力强，记忆力好。除此之外，还很有佛缘，一般具备1半以上，就可能是从佛道修炼而来。前世修行过的人的为人处事习惯：一、绝对守法、守信、守时，临危不乱，不畏强权，果断力强。二、责任心重，尽力扮演好每个角色，力求心安理得。三、有礼貌，一视同仁，很公平，有分寸。四、理性但不迷信，有错一定认错，喜欢活在当下。五、做事不僵化，不藏私，乐于将自己所会的教导别人。六、不冷漠，乐于牺牲奉献，宁伤自己也不害人。七、不摆派头，不会大小眼，常为他人着想，人缘好。八、不以貌取人，而是从对方的小动作、小细节去衡量人。前世修行过的人的个性特征：一、择善固执，独立，主见强，带点傲气，不服输，但尊重多数人的决定。二、完美主义者，如果能做得更好，一定再做一次。三、不贪心，看钱不重，可能不善于管理自己的钱财，但对于公家的钱财分毫必清。四、早熟懂事，凡事尽量不麻烦别人，却愿意帮助别人。五、不轻言放弃，某些观点也许悲观，却会积极面对人生。前世修行过的人的情感特征：一、与家人情缘较薄，价值观和一般人不太一样，较易化小爱为大爱。二、年岁即便老了，心态却不一定老，心境像孩子一样单纯，笑声爽朗热情，是个天真可爱的人。三、知道如何排解自己的情绪，会放空也会充电。四、不害怕死亡，也不怕再转世为人，如果可以，还是选择为人群服务。五、在人群中常是注目的焦点，内心却总觉得不属于人群。六、对自我期许高，
做心目中的自己，不做别人眼中的我。其他特征：一、常常想背起行囊随意去流浪，到遥远不知名的地方。二、对一切充满好奇与学习心，尽可能把握时间充实自己，学习能力强，组织、分析、归纳能力好。三、非常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随时做好死亡准备。四、第六感的直觉判断力很强。五、艺术的眼光不错，有美感，懂得欣赏。而佛性在苏醒中的12个征兆如下：一、身体各处的疼痛，尤其是在脖子、肩膀和背部的部分，这是因为佛性种子与内在苏醒而导致你在脱氧核糖核酸方面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些都会过去的。二、毫无来由地感觉到深刻的内在悲伤，你正在释放你的过去，包括这一世和其他世，这使你产生伤感。这与你从居住了多年的房子搬入一个新房子的经验相似，尽管你很想要搬入新家，那里面都会有一些要把有关老房子的记忆、能量和经验抛下的伤感，这些都会过去的。三、毫无来由的哭泣，与第二点相似，让眼泪流出来是好而且健康的，这有助于释放旧的内在能量，这些都会过去的。四、在工作或事业上发生突然的变化，一个非常普遍的征兆，因为你在改变，在你周遭的事物也将跟着改变。此时此刻不必去为找到完美的工作或事业操烦，这些都会过去的。你正在转化中，你在一个契合你的工作中真正安顿下来以前，可能会有好几次的工作变动。五、从家庭关系中退缩，你和你的家族是通过宿世的业力而联系在一起的。当你超脱了业力的循环，你与那些旧的关系之间的联系也松脱了，看起来就好像你飘离了你的家人和朋友，这些都是会过去的。一段时期之后，如果有必要，你会与他们发展出一种新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将奠基于新的能量，不再与业力有所牵连。六、反常的睡眠模式，你可能会在许多的夜里与凌晨2至4时之间醒过来，在你的内在有很多工作在进行着，因而经常会导致你醒过来，以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不必担心，如果你无法再睡，就起来做点事，而不要躺在床上担心人世间的事，这都是会过去的。七、密集的梦，这些也许包括了各种与战争和争斗、被追逐或妖怪有关的梦。你正在释放内在的旧能量，而过去的这些能量经常以战争、逃跑和魔怪们作为象征，这都是会过去的。八、身体失衡失焦，你时常会感觉非常不踏实，你在空间感上遭到考验，觉得好像你无法把双足踏在地面上，或是好像走在2个世界之间，因为在你的意识转入新能量时，你的身体有时会滞留在后，多些徜徉在大自然里，去帮助新的内在能量落地扎根吧，这都是会过去的。九、自我对话增加，你会发现自己经常在对真我说话，你会突然惊觉到自己在过去的30分钟里正对着自己喋喋不休，在你的内在正进行着一个新层次的沟通，而你就在自我对话中体验着它的冰山一角。这些对话会增加，而且它们会变得更加流畅、更加连贯和更加通透。10、孤寂感，即使身旁有其他人陪伴，你会感觉到孤独和与其他人疏离，你会感觉到渴望逃离团体和人群，你在走着一条神圣和孤独的道路，尽管寂寞的感觉使你焦虑，在此时此刻你很难与其他人相处，这些孤寂感也和你的守护天使离去了的这个事实有关，他们曾在你多生以来的所有旅途中陪伴过你，现在是他们撤退，好让你能把你自己的神性注入你的空间的时候了，这都是会过去的。11、失去热情，你会感觉到完全失去热忱，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欲望去做任何事，那是没问题的，这不过是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一个时刻无为吧，不要在这之上与你自己战斗，因为这都是会过去的，它与重新激活计算机类似，你需要短暂关机，好加载那些新的复杂的软件，或在这里指的是新的佛性种子能量。
12. 深刻的渴望回家。这或许是所有状况中最困难和最具挑战性的部分。你会体会到一种深刻和巨大的想要离开地球返回家园的渴望。这不是一种想要自我毁灭的感觉，它并非奠基于愤怒或失望挫折，你并没有想要从中得到什么，或为你自己或其他人制造戏剧性的事件。你有个隐微的部分想要回家，这事的根本因由其实很简单，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宿业轮转，你已经完成了你这一生的契约。当你还在这个肉身中时，你已经准备好开始新的一生。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你有一个关于在另一边的他方世界的内在记忆。你准备好在地球再跑另一趟任务之旅了吗？你准备好承担进入新能量的挑战了吗？是的，你的确可以现在就回家。但你已经付出了这么多，经历了许多事，才开创了今天这个局面。如果在电影剧中之前离开，实在是一个遗憾。记住，你绝不是孤身一人的。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下自己的感悟。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